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天天给我吃白菜炖豆腐，想吃口鲫鱼都只有汤没有鱼。娘家送来2箱海鲜给我补身子，却被老公反手拿去送给了小姑子。我忍无可忍，决定离婚，却没想到竟在这时获得了离婚系统。恭喜主人，您的离婚系统已启动。离婚系统。主人您好，离婚系统与怒气值绑定，只要您成功激怒对方，对方的怒气值每增加1分，您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，所得现金会存进您个人的离婚基金。什么离婚基金奖励？你的意思是激怒我老公就会有1万元现金奖励吗？不止您老公，也包括您婚姻关系内的其他反派，比如公婆、大姑姐等。只要您成功激怒以上等人，均可获得相应的现金奖励。请问您是否接受？接受，这不就是发家致富的好项目吗？这个系统可真是雪中送炭。我刚才还在担心经济问题，但凡我有钱，也不会耗在这场令人绝望的婚姻里。既然现在有了系统的助力，我为什么不大胆反抗一次呢？以前不管是李东熙还是公婆大姑姐如何刁难我，为了孩子不得不忍着。既然现在想通了，那我就没必要再惯着他们了。什么狗屁爱情都是假的，只有拿到手里的真金白银才是真的。与其委屈做丈夫的附属品，还不如自己专心搞钱。喂，我叫你去刷碗，你发什么呆呢？鱼是你们吃的，凭什么要我来刷碗？还有，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把我妈给我买的海鲜送给你姐？你现在就去你姐家，把东西给我要回来。李东熙愣了，就几条鱼的事儿，你至于吗？至于我娘家送来的东西，你没有权利替我处置。我怎么没有权利？这是我家，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处置几条鱼了？当初是你让我辞职在家生孩子，结果每个月只给我们娘仨500块钱生活费，害得我月子里连口鱼肉都吃不上。你还有脸说？温暖，你他喵故意找茬是吧？信不信我立马跟你离婚？哼，以前只要我说出离婚2个字，他立马就会抹着眼泪道歉，我就不信他会跟我离婚。好啊，离就离，谁不离谁他喵是孙子。温暖的那声嗤笑，像是一巴掌猛地扇在李东熙脸上，让他忍不住咬紧了后槽牙。温暖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立马给我道歉，然后去把碗刷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。温暖没说话，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着李东熙因为愤怒而涨红的脸皮。精彩啊，真是精彩！真是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这张熟悉的脸上看到这种愤怒的表情。以前他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，大概没想到自己最柔顺的老婆会揭竿而起吧。李东熙，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去把鱼给我要回来。你做梦，我送出去的东西就不可能要回来。行，不让我吃鱼是吧？那大家就都别吃了。温暖懒得再跟他纠缠，走到厨房，连锅带鱼全扔进了垃圾桶。李东熙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几乎在瞬间炸毛。温暖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然而温暖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，直接转身回了卧室。恭喜主人，您成功激怒对方，对方愤怒值为1分，您将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，请及时查看您的离婚基金账户。下一秒，温暖感觉到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他拿出手机看了看，果然有1万元到账，账户余额为10020元。温暖不敢置信地盯着手机短信，把这个数字来来回回数了好几遍。居然真的靠激怒李东熙获得了1万块，还把他气得够呛。妈妈，我饿了。圆圆，妈妈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？妈妈，你有钱吗？平日里爸爸给你的生活费很少，妈妈你拿着这点钱，不但要买菜买日用品，还要照顾一大家子人的开销。还有爸爸知道咱们去吃大餐会不会生气啊？圆圆放心吧，妈妈有钱，咱们去吃你一直都想吃的那家自助。兜里有钱就是有底气，温暖直接带着女儿去了市里最贵的自助餐厅。娘俩刚吃了不到10分钟，李东熙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温暖，你去哪了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在外面吃饭呢，你有事吗？你去吃自助了？对啊，你还真别说，这里环境又好，吃的海鲜种也多，味道也挺好。300块一位，温暖你可真舍得花钱啊！不对，你哪来的钱去吃这么贵的自助的？我把你卖了，才换来我们娘俩一顿晚饭，别忘了待会过来后厨洗碗啊。温暖，不就2条鱼的事吗？你还没完没了了？你赶紧给我回来！不是你让我离婚滚的吗？现在又让我回去干嘛？回来给我做饭，老子到现在还没吃晚饭，都快饿死了。你是没手还是没脚？饿了就自己去做啊。我的手是用来打拼事业的，不是做饭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会做饭啊。不会就学啊，我刚结婚的时候也不会做饭，为了你现学的，怎么轮到你就不行了？温暖，你再不要给我无理取闹，赶紧回来给我做饭。你休想！温暖，我是你男人，你照顾我天经地义，你懂不懂？我还是产妇呢，谁照顾我了？你确定不回来？不回。冷笑。温暖，你给我等着！视频里，李东熙额头青筋暴起，恨不得顺着电话线爬过来骂一顿，但温暖根本不给他机会，十分利索地挂了电话。
等温暖挂断电话，就看见圆圆垂着小脑袋坐在椅子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圆圆，刚才妈妈和爸爸吵架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小脑袋轻轻点了下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生气了？圆圆，刚才妈妈和爸爸吵架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温暖想着怎么跟孩子解释。李东熙已经混账到这种程度了，也该让孩子看清他的真面目了。圆圆，我跟你打个比方，你跟你班里的同学组成学习小组，你们要互相帮助才能进步。但你那个同学不但自己不学习，还趁你受伤欺负你，你觉得这个同学做得对吗？不对。圆圆说得很好，我跟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情况。妈妈刚生完妹妹，正是最需要营养的时候，你爸爸却把姥姥给妈妈的补品都给了别人，害得妹妹没有奶吃。你觉得妈妈应不应该生气？应该。所以说啊，你爸爸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，妈妈这是在教训他呢。可是妈妈，爸爸生气怎么办？别怕，他自己不占理，就是吵破天去也没用。再说了，有妈妈护着你呢，以后妈妈绝对不会让他欺负咱们娘仨。有了脑海中的离婚系统，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？不管是无情无义的渣老公，还是两面三刀的恶婆婆，以及占便宜没够的大姑姐，就这几头烂蒜，我分分钟给碾稀碎。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气死这仨人，他们越生气，我挣到的钱越多，我和孩子以后的生活就越有保障。可是奶奶和爸爸都生气了，都不帮你带妹妹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要不我在家帮你带吧。听到女儿这么说，温暖眼眶一酸，差点流泪。妈妈有钱，咱们可以去雇个保姆照顾妹妹，你就好好学习，不用想这些。吃完饭，温暖在网上找保姆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之前坐月子的时候，以前生圆圆的时候，婆婆就死活不许温暖请保姆，说是浪费钱，要亲自给她伺候月子。但婆婆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每天等李东喜上班一走，婆婆就窜出去跟邻居打牌，直到下班饭点才回来，随便敷衍着做一顿饭。月子期间，温暖吃了整整半个月的西红柿蛋汤，吃得她脸色蜡黄。每次温暖提出想换点别的饭菜，老婆婆扭头就跟邻居抹眼泪，说现在的儿媳妇难伺候。于是所有邻居都知道了李家有个挑剔难以相处的儿媳妇。李东熙知道后觉得脸上没面子，回家把气撒在了温暖身上，嫌她不知足。后来婆婆月子也没伺候完，还气冲冲地回了老家，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对温暖一顿训。我儿子娶了你这样的女人，真是家门不幸啊。以前觉得和李东熙还有感情基础，婆婆也会理解我，日子慢慢就会变好。但事实证明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我越善良，这家人就越发得寸进尺。接下来我要好好的合计一下，让这家子吸血鬼都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天天给我吃白菜炖豆腐，想吃口鲫鱼都只有汤没有鱼。娘家送来2箱海鲜给我补身子，却被老公反手拿去送给了小姑子。我忍无可忍，决定离婚，却没想到竟在这时获得了离婚系统。恭喜主人，您的离婚系统已启动。主人您好，离婚系统与怒气值绑定，只要您成功激怒对方，对方的怒气值每增加1分，您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，所得现金会存进您个人的离婚基金。温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温暖见客厅里的狼藉已经打扫干净，李东熙冷脸坐在沙发上。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李东熙居然不声不响的把房子打扫干净了。他以前可是酱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主儿，今天这是见鬼了。而且他居然没玩手机，就那么干坐着等我。温暖扫了一眼，但面上波澜不惊，自顾自地进了屋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下次我提前通知，赏你一个迎接我的机会。我的饭呢？什么饭？我的晚饭。你们出去吃大餐，没给我带点回来吗？你也没说啊。我不说你就不带吗？温暖，我到现在都没吃完饭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吼什么？吓坏孩子怎么办？李东熙准备了一肚子吵架的副稿，在触及到温暖那个凌厉的眼神的时候，瞬间憋了回去。我怎么感觉温暖有些变了？他好像不再怕我畏惧我讨好我了。不就2条破鱼的事儿吗？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大不了我明天去给你要回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明白吗？是2条鱼的事吗？不是鱼的事，还能有啥事？是这漫长的7年婚姻里，一件件、一桩桩累积下来的绝望，是你日积月累的打压，或亲手，或旁观，把我一步步推进深不见底的深渊。可你还像个无事人一样，试图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。这口沉重的黑锅，我背了7年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背了。还有，你明天就去找大姐，把鱼给我要回来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李东熙怎么把东西要回来。要知道，以前大姑姐从我家拿走的东西，从没有还回来的时候，一想到李东熙要和他亲姐撕巴起来，我就觉得好兴奋。李家人害我痛苦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他们尝尝痛苦的滋味了。李东熙显然愣了下。我只是随口说句气话，他怎么还当真了？但现在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再改也来不及了。哎，温暖把他闪烁的眼神尽收眼底。我要哄孩子睡觉，你出去吧。李东熙紧紧抿着嘴，一声不吭地转身出去了。我不是去找温暖要饭吃的吗？现在饭也没吃到，还答应他明天要去把鱼要回来。
一想到大姐那张巴巴不停的嘴，李东熙就觉得头疼无比。第二天早上，李东熙是饿醒的，一看手机都快8点了，他吓了一大跳。以往温暖7点就会准时喊我起床吃早饭，怎么今天早上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李东熙来到厨房，看到餐桌上摆着满满一大桌子早点，温暖和圆圆正吃得欢。你们吃早饭怎么不叫我？我以前叫你，你总是骂我打扰你睡觉，我是体贴你，想让你多睡会，怎么这也有错吗？李东熙被噎在当场。突然，李东熙看到垃圾桶里面都是外卖盒，顿时又火冒三丈。你点的外卖？对啊，大早上的点什么外卖？你怎么不自己做饭？锅还泡在水池里，没人洗，我做不了饭，只好点外卖了。我做了整整7年的饭，2555天，7665顿饭，真是做得够的了。那句老话说的一点没错，越能吃苦，就越有吃不完的苦。以前我心疼你，天天早上5点起来做饭，外面天还黑着，我就和面炒菜，什么都要做现成的，就希望你能吃饱，有力气上班。谁知道我是一腔深情错付，人家压根不领情。李东熙震惊地看着温暖，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。锅泡在水池里，你洗洗呗，洗完做饭不就行了吗？你们吃的鱼，凭什么要我洗？要洗你自己洗。李东熙一口老血梗在喉头。包子什么馅的？给我俩肉的。都吃完了，不好意思，你来晚了。这么多都吃完了，你怎么不给我留一口啊？你又没说。我上班快迟到了，懒得跟你吵架，你赶紧再给我点1份外卖。好啊，给钱。什么钱？外卖钱啊，没钱怎么点外卖？一顿外卖能有多少钱？10块8块的，你也好意思跟我要？好意思啊，毕竟你说的，我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，1分钱不挣，不跟你要跟谁要？李东熙气得嘴唇都在哆嗦。就一顿早饭钱，你先出了。没钱。你没钱，刚才怎么点的外卖？你钱呢？刚才点外卖花完了，所以才跟你要。你真是想钱想疯了。李东熙居高临下的看着温暖，试图压倒他的气势。我没钱，你想要钱自己想办法去。哼，一个家庭妇女跟社会脱轨7年，只知道做饭看孩子，能有什么挣钱的法子？不故意刺激他一下，他都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险恶，得让他知道只有我才是他的依靠。要是离开我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好啊，你说的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了。李东熙隐隐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对劲，但具体又说不上来。他气呼呼地站了半天，见温暖半点没有妥协的意思，只好转身上班去了。别忘了跟你姐要鱼啊！这个男人是有多愚蠢，才会觉得我1分钱都挣不到。虽然没有工作，但不代表我没有挣钱的来路，我有系统啊。如今账户里还有系统给的3000多，是该找机会再挣点奖励了。他目光悠悠地盯着身下躺的沙发，忽然冷笑出声。这张沙发可是李东熙最喜欢的地方，他每次下班回家就往这张沙发上一躺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美滋滋的打着游戏，活像一个大爷。要是他晚上回家发现这张沙发没了，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。想到这里，温暖兴奋地拿出手机，打开二手买卖平台，把沙发挂了出去。想了想，又把茶几也挂了上去。反正沙发没了，还要茶几干什么？干脆一起卖了。没想到刚过了一会，手机上有同城的买家发消息来问价。他想了想，说了4000。买家说一会来家里亲眼看看，温暖就把地址给发了过去。另一边，李东熙下了班开车回家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温暖让他要鱼的事情。他本来不想去，但思来想去，还是一咬牙调转车头，直奔大姐家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啊？没事，就顺路过来看看你。你空手来的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老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来东西，过来坐。李东熙坐到餐桌旁，心里想着一会儿怎么开口要鱼。让你赶上好口福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家这片就我做鱼最好吃。李东熙看见桌子上的鱼，嘴角不禁地抽了抽。怎么又是鱼啊？这不会是从我家拿走的几条鱼吧？我还怎么跟温暖交代啊？来，陪姐夫喝点。不喝了，我开车来的。那吃鱼，你姐做鱼确实好吃。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？李东熙欲言又止。李东熙从小就好面子，就为了2条鱼，他怕自己一开口上了姐弟的和气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弟妹他妈又送好吃的来了？这回是鱼还是虾啊？说实话，我更爱吃螃蟹，下回让他妈多送点螃蟹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姐，昨天你从我家拿走的鱼还剩几条了？昨晚回来我就给你姐夫炖了1条，今天早上他带了2条送给他老领导，我送了2条给你外甥他班主任。这不孩子快中考了，我寻思着送礼，完了今天晚上又炖了1条，冰箱里就剩1条了，我还想给我婆婆送去。哎，对了，你问这干嘛？李东熙有些坐立难安，一边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姐姐，一边是给他生了2个孩子的老婆。他犹豫了半天，终于提起一口气：姐，你把冰箱里那条鱼还给我吧。啥玩意？他不敢相信自己从亲弟弟嘴里听到这话。以前他拿了多少东西，李东熙从来没叫他还过。老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自己亲姐姐不算外人。李东熙一咬牙，把自己跟温暖吵架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姐，你把冰箱里那条鱼还给我就行，我回去好有交代。你倒是有交代了，我怎么办？我都跟我婆婆说好了，那条鱼要送给她的。姐，
你把鱼给我，我给你换点别的，你送你婆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都说好了，怎么能临时换？你说是不是温暖那个小妖精撺掇你来要鱼的？李美月说着说着，忽然开始哭起来。李东熙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小时候你掉进池塘里，是我不要命把你救上来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就吃你几条鱼，你就心疼成这样？我可是你亲姐姐啊！那个温暖就算生了孩子，那也是外姓人，你怎么能听他的？当初你娶她我就不同意，她那张脸是长得好看，但一看就是克夫命。你说你婚后这几年事业越混越差，肯定就是被他克的。我拿他几条鱼送人，是帮他积善行德，我是为了咱们老李家人，他却撺掇你来跟我吵架，他真是不安好心。姐，就一条鱼的事儿，不至于。至于就至于，反正我跟温暖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今天必须做出选择，你是站他还是站我？行了行了，老弟，你快拿着鱼走吧，快别气你姐了。李东熙脸色涨得通红，转身跟逃难似的。鱼虽然要回来了，但他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，相反，这回心情郁闷的要爆炸。等会回家一定要好好敲打一顿温暖，就因为一条破鱼，惹出这么多麻烦事，害得我们姐弟闹成这样，真是烦死了。然而，当他一路飙车回家，打开家门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平复的心情又再次剧烈爆炸。眼前这个女人准备离婚的时候，意外获得了离婚系统。她靠系统仅仅用了1天就获得了1万元。为了获得更多奖励，她竟以身犯险。李东熙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顿时愣住了。他以为自己走错了家门，甚至还特意出去看了下。没错，就是我家。温暖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的沙发和茶几呢？卖了。卖了？为啥卖了？你说的，早上你自己说的，让我想办法弄钱，所以我就把沙发和茶几卖了。李东熙一腔邪火冲到天灵盖，直击得他两眼一黑。我让你想办法弄钱，谁让你卖家具了？那我也没办法，你不给我钱，我自己又没工作，只能把家里闲置的东西先卖一卖。我寻摸了好半天，就这个沙发和茶几平时用的最少，所以我就干脆挂网上卖了。李东熙气得不知说什么好。你卖家具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你把我的鱼送人也没跟我说一声啊。老公，我都是跟你学的哦。我现在算是琢磨出一点味儿来了。李东熙这人向来自私，做什么都只按照自己的心情来，即便做了错事，也习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现在我有样学样，抢先在他指责之前，先把锅甩到了他身上。果然，一句话差点把李东熙噎死。心爱的沙发和茶几没了，他浑身都在哆嗦，手里的鱼再也拎不住，砰一声掉在地上。他低头瞄了一眼，地上一双死鱼眼正死死盯着他，像是在无情地嘲笑他。李东熙气不过，烦躁地一脚踢开死鱼。我把鱼给你要回来了，你现在也马上把我的家具要回来。要不回来了？为什么？买家是外地的，一大早就拉走了。你，那你卖了多少钱？他心里快速打着小算盘。当初这套沙发和茶几是有钱的亲戚送的，当年就价值上万，现在卖出去起码也值个几千块。等我把钱从温暖手里要回来，可以再去买一套新的，反正我不能吃亏。卖了500。多少？我说500。当初1万多买的沙发和茶几，你卖500，你疯了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沙发和茶几的款式早就不流行了。这500还是我跟买家求了半天，人家才给的。本来人家说只给200。温暖想着手机上躺着的那3000块钱新进账，再看着眼前李东熙那如同吃了苍蝇一般的痛苦表情，只觉得爽快极了。那500呢？你把钱都给我。给不了，刚才点外卖了。500都点外卖了？又不是今天吃完饭明天就不吃了，明天不也得点外卖吗？还有后天大后天也得点啊。你是打算一辈子不做饭了？你把锅洗了我就做。温暖指指厨房的脏锅，一脸我也爱莫能助的表情，转身回了卧室。李东熙气得直跺脚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一个从婚后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会洗锅？算了，懒得管他，反正卖家具的3000块都进了我的兜，他爱生气就生气，越气越好。毕竟他越气，我从系统那里得到的奖励就越多。只是不知这一次李东熙的怒气值会是多少，会比上次的1分多吗？正琢磨着，温暖就听到脑海里又传来系统那熟悉的声音。恭喜主人，您再次成功激怒李东熙，此次李东熙的愤怒值为2分，您即将获得现金奖励2万元。另外，系统检测到李美月现在怒气值也为2分，您还可获得奖励2万元，共计4万元整，请注意查收。李美月，李东熙生气我丝毫不意外，毕竟是我亲自气的，但李美月是怎么回事啊？温暖想到刚刚李东熙提的鱼，瞬间明白了。一定是我逼着李东熙去要鱼，李美月生气了，然后姐弟俩大干一架，才让系统检测到了李美月的怒气值。真是妙啊，原来不用我亲自出手，也能气晕李美月，让我多得了2万块。这次不用系统提醒，温暖立马掏出手机，果然看到了屏幕上有银行的提醒短信，您的银行账户新入账4万元整。温暖盯着那条短信，嘴巴逐渐咧到后脑勺。4万块，妈呀，整整4万块钱！
以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的工资水平，4万块是很多人1年的收入，但我一下子就挣了4万块，说出去得让多少人羡慕死。妈妈，你跟爸爸不是吵架了吗？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妈妈刚卖了家具挣到钱了，当然高兴啊！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明天妈妈去给你买。有钱的感觉真是太爽了，虽然现在只有4万块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李家人可不止李东熙和李美月，一想到气的人越多，奖励就越多，我觉得生活可太美好了。一听到有礼物，圆圆顿时把生气的爸爸抛到了脑后，缠着温暖开始说起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这边母女俩有说有笑，另一边李东熙却快气死了，一晚上没睡着。一想到自己心爱的沙发和茶几被卖了，他就肝疼；再想到沙发和茶几只卖了500块钱，他心脏都疼了。又想到那500块钱没落到自己手里，他脑仁都突突的疼，太疼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东熙听到外面客厅响起愉悦的说话声，他忽然想起昨晚叮嘱温暖今天要吃牛肉拉面的事。他不会今天又忘记给我订外卖了吧？李东熙越想越觉得心慌，赶紧冲了出去。他看到餐桌上还有一碗未动的牛肉拉面，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。看来温暖心里还是有我的嘛。从前他那么崇拜我、爱我、照顾我，怎么可能一下子改了性？一定是他前几天魔障了，现在又改邪归正了。你卖家具换了那么多钱，也去买点肉啊！天天吃面条，要饿死谁啊？要吃肉你自己去买啊！我要接送圆圆上下学，还要照顾露露，哪有时间去给你买肉？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谁家老婆敢这么对老公？温暖，你立马给我道歉！别忘了，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你再敢这样，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生活费，我看你怎么活！你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也就是我包容你，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试试，哪个男人受得了你？能嫁给我是你的福气，你就烧刀香吧！居然还敢不给我肉吃，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这些陈年轱辘话我听了7年，真是听得够够的。以往只要我不按照你李东熙的想法做事，你就会摆出一副说教的架势，从国法说到家规，把我数落得一文不值。总之就是要各种破我，让我相信自己做错了，而你才是那个正确的人。以往我被你洗脑，有一阵子深深怀疑自己，陷入了思维混乱之中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关掉了恋爱脑之后，我忽然觉得以前的你太过精明。你把极度的自私自利用伟大的道德包装起来，又恨不得把我的一点点错处用放大镜来放大，揪着我骂我洗脑我，让我自以为自己才是那个加害者。而你呢，就可以逍遥法外，继续享受我的辛苦劳动。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你了。李东熙被温暖气得直跺脚，还想上去打温暖，温暖没给他这个机会，转身迅速回了卧室。哼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天天给我吃白菜炖豆腐，想吃口鲫鱼都只有汤没有鱼。娘家送来2箱海鲜给我补身子，却被老公反手拿去送给了小姑子。我忍无可忍，决定离婚，却没想到竟在这时获得了离婚系统。恭喜主人，您的离婚系统已启动。主人您好，离婚系统与怒气值绑定，只要您成功激怒对方，对方的怒气值每增加1分，您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，所得现金会存进您个人的离婚基金。今天是之前定下的保姆王妈正式上班的日子，我日盼夜盼，终于把救星盼来了。在我心里，王妈的分量可比李东熙重要多了。王妈能照顾孩子，还能洗衣做饭，关键态度还好，比那头牲口不知道好多少倍。半个小时后，王妈就到了温暖家。王妈，我家里事儿少，你只负责帮我照顾露露，做饭，简单收拾下家务就行。至于屋里那位，你完全不用管他，知道吗？王妈不愧是王牌保姆，一下子就领悟了温暖的意思。做了这么多年保姆，有矛盾的家庭我见多了，夫妻俩闹矛盾很正常，但大都是女的忍气吞声，凡事都要听男主人的。但是像温暖这样，自己出钱请保姆，还让我不用管男人的，还真是头一回见，是个有魄力的女人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你们娘仨。李东熙是被吵醒的，他头疼的要命，特别想喝水。温暖，给我倒杯水。叫了几声温暖，没人应他，他只得迷迷糊糊的挣扎起来。李东熙刚走到厨房，就被吓了一大跳。你谁啊？王妈阴恻恻一笑，没说话。老婆，厨房里有贼。不是贼，是我请来的保姆。保姆？李东熙整个人愣住，接着像是被踩住尾巴的猫一样，浑身毛都炸了起来。你请保姆？你他喵疯了吧？什么家庭条件啊，你就敢请保姆？李家说穷不穷，说富也不富，像我们这种家庭，都是女人在家里伺候老公孩子，根本没听说谁家请保姆，那得多贵啊！简直是烧钱，你也太败家了吧？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虚弱，你妈又不肯帮忙，要不你来伺候我坐月子？我凭什么伺候你啊？我一个大男人在家给老婆伺候月子，特么的说出去都丢人，我可丢不起这个脸。那不就得了？所以我只能请保姆了。你都快出月子了，还请什么保姆？保姆那么贵，一个月得多少钱啊？1万。多少？1万？他喵的抢钱呢！一个保姆工资都快比我高了，一个保姆他凭什么这么贵啊？
惊诧的不只是李东熙，还有王妈。我明明记得工资只有6000啊，哪来的1万？但下一秒，他就看到温暖冲自己飞过来一个眼神，他虽然不大明白，但还是立马出去了。保姆费6000，我是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出的，这笔钱肯定要跟李东熙要，但我知道李东熙肯定不会痛快给，所以我要故意说高一些。人家王妈是王牌保姆，20多年的经验，当然比你值钱。再值钱也是个保姆，你赶紧把她退了。不退，退了没人帮我带孩子，除非你辞职在家帮我带。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我一个大男人辞职给你带孩子，你想屁吃？我当初也有很好的工作，为了给你生孩子才辞职，怎么你就不能为我辞职呢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咱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？别的不说，就算我让你出去上班，你一把年纪又脱离社会这么多年，你能找到工作吗？就算找到，也就是个临时工，撑死挣个700、800的。你以为自己还是以前那个刚毕业的高材生吗？李东熙满脸的鄙夷，毫不掩饰。呵，原来他也知道我以前是高材生，若是我当初不离职，这么多年在职场干下来，一定比他强。他哪来的大脸还在这里嘚瑟？既然你不让我出去上班挣钱，那这1万块保姆费你得出一半。凭什么？因为保姆是请来照顾孩子的，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作为孩子父亲，起码要出一半钱吧？还是说你想出全部的钱？切，我连1毛钱都不出，还一半，做梦去吧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毕竟孩子真是我的，按道理他让我只出一半保姆费已经很让步了，但就算只出一半，那也是5000块啊。我一个月工资才1万出头，拿一半给温暖，我还怎么出去花天酒地啊？还怎么跟哥们吹牛逼？还怎么给清清小费啊？李东熙内心瞬间过了千百个念头，在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满眼都是冷漠。我不同意请保姆，你非要请的话就自己掏钱，反正我不会出钱的。你就是这么当父亲的吗？1分钱都不出？这不是小钱，就算咱俩平分，那也是5000块。别说我能不能出得起，我就问你，你能出得起5000块吗？李东熙根本不信温暖一个月能拿出5000块。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，又没有收入，什么都依靠我，她哪来的钱？总不能是她跟娘家要的钱吧？李东熙忽然心思动了动，以往温暖娘家没少贴补她，以前我只当没看见。要是这回保姆费也是温家出的话，那倒是可以，但如果想让我出1分钱，那都是做梦。那咱们打个赌，如果我出得起的话，那你也出。不可能，我1分钱也不会出，你非要请保姆，就让你娘家出钱吧。我就知道这个男人贪得无厌，别人花多少钱他才不会管，反正只要他不掏钱就行，他只享受，从不付出。只可惜这一次他要落空了。好呀，这个钱可以让我娘家全出，但既然这么算的话，孩子是我温暖生的，保姆费是我温家出的，以后2个孩子就算是我温家人了。明天我就去给孩子改姓，从此再跟你们李家没1毛钱关系。温暖做事要走，李东熙急了，一把拉住他。哪怕我再不喜欢女儿，那也是我李东熙的种，凭什么跟温家姓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还不得被人戳断脊梁骨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说。温暖转过头，但小脸还绷着，大有一副他再敢说话他立马走人的架势。李东熙心里百般不愿意，皱着眉头纠结了半天，终是下定了决心。我最多出500。温暖差点笑出声。500？你告诉我500能干嘛？也就王妈3天的工资，你怎么有脸说得出口？5000，你到底给不给？李东熙僵硬的别过头去。温暖心下了然，冷笑一声，转身而去。他不给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给。这天周末，趁着李东熙又出去鬼混去了，温暖带着王妈和2个孩子浩浩荡荡的回了婆家。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您老人家。你后面这是谁呀？妈，这是我请的保姆，专门来照顾孩子的。保姆？你可真厉害啊！这1个月得花我儿子多少钱？不贵，1个月1万。多少？1万啊！保姆1个月1万？你请月嫂我儿子同意了吗？没同意。我就说嘛，我那精灵的儿子不可能花1万块请个保姆，他要是有那钱，肯定第一个孝顺我跟他爸，怎么可能把钱花在一个外人身上？那你就赶紧把人辞退了。我儿子起早贪黑挣点钱容易吗？你又不上班，全靠他养着，能省点就省点，你可不能这么败家。退不了，签了合同的。再说退了谁照顾孩子？你一天在家啥都不干，就照顾个孩子。我们那时候生孩子月子都不做，还得下地干活，不照样好好的？就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太矫情了，要学会吃苦，疼自己的男人，知道吗？你生孩子那是什么年代？我生孩子又是什么年代？年代都变了，又不像以前那么艰苦，我凭什么非要按照你的标准去自讨苦吃呢？你就是自己淋过雨，也非得撕破我的伞呗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生活好了，请个保姆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东西考虑，他上班那么辛苦，我还得忙着接送圆圆上下学，根本没时间给他做饭，请个保姆天天给他做大餐，多好啊！哼，王春花拿我说事，我就拿李东熙说事。战胜敌人的第一法则就是不要被敌人牵着鼻子走，而是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。果然，王春花愣了好一会，她准备了一肚子要数落温暖的话，就是万万没想到他会拿自己儿子堵住他的嘴。
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，但请保姆的钱你得自己出。呵，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，这娘俩在对待钱的态度上真是一脉相承。妈，你也知道，我不上班，哪来的钱请保姆啊？这钱肯定得你儿子出啊。你想也别想，那让他出5000，我俩一人一半。不可能，我们东西1分钱都不会出，带孩子本来就是你的责任，你凭什么甩给我们东西啊？虽然我儿子善良又心软，但这绝对不是你欺负他的理由。呵，善良又心软，词是好词，就是用来形容李东西太糟践了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好了。您实在想退保姆，那就退了吧，我委屈点没关系，只要您别生气就行。王春花正骂得起劲，李红山听到动静走了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李红山看到委屈巴巴的儿媳妇，而他那凶悍的老婆子正叉着腰骂人，他眉头一皱，剜了一眼王春花。儿媳妇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圆圆，你们怎么来的啊？我们坐公交车来的。你爸怎么没开车送你们？爸爸老跟妈妈吵架，已经好几天没跟我们说话了。李红山立刻皱起了眉头，用询问的意味看向温暖。你们吵架了？他是不是又犯浑了？什么叫他又犯浑了？东西可是你儿子，你怎么竟向着外人？一个外人让温暖和李红山同时皱了皱眉。王春花这才后知后觉自己说错了话。我是说人家小两口拌个嘴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少管。闭嘴吧你！儿媳妇孙女的都来了，你赶紧去做饭。爸，我请了个保姆，想帮忙照顾孩子，东西和妈都不同意。家里2个孩子确实有些忙不过来，辛苦你了。他们娘俩就是脾气倔，但没坏心眼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温暖没说话，但手却忍不住攥紧了。以前我也觉得这个公公好说话，为人公正，又明事理，不像那个混账的李东西，也不像两面三刀的婆婆。她有了委屈跟公公一说，公公多多少少都会向着我说话。但时间久了，我才知道，她也仅仅是嘴上向着他而已。毕竟她是李家的一家之主，心里想的肯定是李家人。我一个儿媳妇的委屈，面子上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了。只可惜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温暖了。我知道，东西和妈都是为了我好，尤其是妈，一直把我当成亲女儿看待。这还是7年前结婚的时候，妈给我买的衣服，我到现在还穿着呢。李红山抬眼去看，因为这件衣服他认识，不但认识，还印象深刻。7年前儿子要跟温暖结婚，那时候老婆子就看不上温暖，总觉得自己儿子配得上更好的人家。他嘴上没说什么，但私下处处给人使绊子。结婚的时候，老婆子连3金都没买，就在超市里随便买了套衣服送给了儿媳妇。之后7年再没送过别的东西。没想到这件衣服儿媳妇一穿就是7年，穿的都快磨破了。李红山心里头一阵唏嘘，到底有些埋怨老婆子做事不体面。你心里头知道就好，保姆的事情咱们好商量。温暖淡淡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对了，李东西他最近忙什么呢？温暖闻言低下头，欲言又止。没事，你说他是不是又在外面胡闹了？爸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东西工作忙，经常很晚才回家，我一个人在家里担惊受怕。爷爷，爸爸老是喝酒，妈妈说他还跟妈妈吵架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家里的事情爸爸什么也不管，都扔给妈妈，妈妈都快累死了。本来温暖说这些，李红山还不觉得什么，但圆圆这一开口，他顿时感觉到了事情严重性。李东西这小子到底是混账到什么程度，才让一个6岁的小孩子都觉得害怕？爷爷，妈妈请保姆也是没有办法，她一个人没办法照顾我和妹妹，爸爸又不管我们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圆圆别哭，都怪妈妈没用，月子里没做好，落下一身的毛病，才没办法照顾你们。我怎么感觉这话里话外都在怪我？让你给儿媳妇伺候月子，你才半个月就跑回来，这下好了，儿媳妇身子虚，连孩子都照顾不了了。老头子，你咋老冤枉我？我倒是想伺候儿媳妇，但她太挑剔了，这不吃那不吃。爸，您别误会，妈做的白菜豆腐挺好的，连吃了半个月，我瘦了10多斤，真挺好的。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难得看到老妖婆脸上震怒的表情，真是太痛快了。什么？你连着给儿媳妇做了半个月的白菜豆腐？她是产妇，你当婆婆的就这么伺候儿媳妇吗？还有大姐对我也特别好，上回来我家的时候，把我爸妈送来的名贵海鲜都拿走了，说是我吃不完她帮我吃，真的太贴心了。真有这事？就2条鱼，也至于说一嘴？从前温暖那么乖顺的一条狗，让干嘛就干嘛，从不敢吱声我和闺女欺辱她，她也不吱声。今天这是咋了？温暖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跟东西吵架归吵架，干嘛把我跟美月扯进去？妈说的没错，都是因为我拖累了东西，才害得家里鸡犬不宁，所以我决定。他抬起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十分沉重。所以我决定离婚。离婚这2个字就像一个重磅炸弹，在这间并不大的客厅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王春花顿时愣住了。本以为温暖会各种哭诉各种求和，唯独没有想到他会直接提出离婚，
这还是那个唯唯诺诺的温暖吗？我们李家就算再不济，也没有子女离婚的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这张老脸还往哪搁？婉婉，离婚可是天大的事情，你不能这么冲动啊！爸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东西啥都不管，把家里事情都扔给我，我身子又不好，还不如早点离婚干净，省得拖累你们。老李家的心思我现在已经摸得透透的了，反正害怕离婚的不是我，我怕什么？温暖，你拿离婚威胁谁呢？你以为我们李家怕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还嫌是不够大吗？就因为你这个老婆子从中作梗，儿媳妇才过不下去，你还有脸说？我犯了什么错？连你也要骂我？恶人都我做了，你在这里装好人是吧？好，有本事你给他出保姆费。这下轮到李红山愣住了，倒是温暖反应极快，立马起身朝他鞠了个躬。谢谢爸，您给我们出保姆费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答应出保姆费了？但话赶话说到这里了，我要是不答应，这吵架怕是没完了。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就好，我这个做爷爷的出点钱也是应该的。还不快谢谢爷爷？谢谢爷爷，爷爷你是天下最好的爷爷。好，爷爷这就给你妈妈转账。下一秒，温暖的手机上就收到了1万块。我就说这趟没白来，起码白捞了1万块，这2个月的保姆费算是有着落了。旁边王春花目睹了全程，气得牙根都痒痒。1万块，整整1万块。以往都是我从他身上捞钱，这还是头一回他从我身上捞钱，还是整整1万块，以后每个月还都要给。爸，这钱我不敢收，万一东西知道了，我怕他。你别怕，有爸在，他不敢怎么样。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电话拨出去，半天才传来李东熙略带几分醉意的声音。喂，爸，你又喝醉了，天天就知道喝酒，你除了这个还会什么？工作不上心，家里不管，暖暖一个人拉扯2个小孩子多累啊！你就不知道帮他雇个保姆吗？他去找你们告状，说保姆的事了。什么告状？你还想瞒着我们不成？保姆的事情我跟你妈已经决定了，以后我们老两口替你们出这个钱。不行，我给你打电话是通知你，不是跟你商量的。保姆的事情我们已经决定了，你不许再为难暖暖，不然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说完啪的挂了电话。这算个什么事儿？不但白损失1万块，还让宝贝儿子挨了一顿骂，娶了这个扫把星真是倒了血霉了。你别怕，我骂他了，以后他不敢再跟你对着干。你们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提离婚的事情了，知道了吗？温暖含笑点了点头。哈哈，白得了1万块，还痛骂了李东熙一顿，这趟果然来得值。恭喜主人，您在本次的战役中发挥超常，成功激怒了王春花和李东熙2人。这次王春花和李东熙的怒气值分别为5分，所以恭喜您成功获得现金奖励，共计10万元整。10万元！温暖嘴巴张得老大，迫不及待地把手机掏出来一看，果然看到银行账户刚刚入账了10万元，居然有整整10万！天呐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钱，看来还是我亲自来气人更有效果。这次不但挣了10万块，还把王春花母子气够呛，真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爽。想起自己银行账户里躺着的10几万，温暖笑了笑。不行，得去买件新衣服，是时候好好打扮一下自己了。那么多钱不花留着干嘛？说罢，温暖直奔市区最高档的商场，买了一大堆东西。等下午温暖到家的时候，李东熙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他了。温暖，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还知道回来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以前你在外面喝酒，也经常不接我的电话。李东熙一肚子的气，就想着晚上怎么从温暖身上讨回来，结果碰了个软钉子，人家根本不在意他。你还有心情逛商场？这些衣服很贵吧？你不会是拿我爸给的保姆费买的吧？怎么可能？这都是我从批发市场淘来的衣服，一件才30。才30？对啊。那你怎么没给我买几件？我怕这些廉价衣服配不上你高贵的气质。李东熙一时语塞。温暖，我必须要跟你说明白，这个家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你以后不能越过我去找我爸妈，懂吗？温暖撇了撇嘴，没说话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在训话呢，你撇嘴是几个意思？温暖懒得给他眼神，径直去了卧室换新衣服去了。不愧是大牌的衣服，就是好啊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？温暖只当自己没听见，欣赏着新衣服，心里越发美滋滋。我到现在才发现，无视他才是对他最大的报复。李东熙显然受不了温暖这么忽视他，他看着换上新裙子的温暖，说着极尽刻薄的话。不知道在看什么？你那么胖，别把裙子给撑破了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减肥啊？看着虎背熊腰的，实在倒人胃口。撑破了又怎样？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李东熙顿时愣住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我明明是要来找温暖麻烦的，想要把保姆费要回来，怎么反被他训了？李东熙这一晚上睡得很不踏实。自从温暖因为2条鱼要跟我离婚以来，我怎么感觉琢磨不透他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李东熙辗转反侧，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还是肿的。早餐呢？赶紧端上来，我一会吃了要上班。
我们已经吃完了。吃完了？你们为啥不给我留？王妈没做你的份啊。为啥不做我的？我爸把保姆费都给你了，你为啥不让保姆做我的饭？虽然你出了保姆费，但菜钱没出，所以王妈没法做你的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出了保姆费还不够，还得出菜钱。当然啊，王妈再厉害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得给她钱买菜，她才能给你做饭啊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爸昨天才给你1万，就几块买菜钱，你也好意思跟我要？当然好意思，我一个女人，没钱没收入，不跟你这个一家之主要钱跟谁要？再说了，上个月生活费都用完了，你该给生活费了。我没钱，等我发了工资再给你生活费。温暖定定看着他，哼，在过去7年里，每次我跟他要生活费，他没有一次是痛快给的，不是工资还没发，就是钱被人借走了，总是要等到家里快揭不开锅了，他才磨磨蹭蹭的甩出500块钱来，这500块就是全家4口人的生活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只觉得自己脑子进了水，要不然怎么没早点离婚呢？幸好现在还不算晚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忽然听到扑哧一声闪，然后就是眼前一暗，整个餐厅都暗了下来。停电了，肯定是没电费了。那你去交上啊。你给钱啊。电费你也跟我要。怎么着，家里电你不用吗？你晚上不睡觉酷酷打游戏，就你用电最多，赶紧的给钱。我打游戏你也管？你少扯没用的，赶紧去交电费。你给钱我就交。看到温暖寸步不让，李东熙彻底没了脾气，气得连饭也不吃了，转身就走了。这天晚上，李东熙很晚才到家，他醉醺醺地冲进洗手间，抱着马桶狂吐。就在这时，身后有人急匆匆走过来，伸手搭在他肩上。你怎么了？李东熙听到这声问候，感觉心里暖乎乎的。看来他心里还是关心我的，一听到我吐立刻跑出来看我，呵呵，女人。李东熙心里那股郁结一扫而空，他决定要晾温暖一会儿，谁让他最近这段时间太过反常。你没事吧？你还管我干什么？你有本事一辈子别管我。温暖，我告诉你，你最近表现很不好，我很不满意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就是想欲擒故纵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一招不好使，你男人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你趁早收心，老实在家过日子，不然小心我跟你离婚。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听到身后人半天没动静，李东熙终于按捺不住，晕晕乎乎的转过身，抬头看去，这一看立马吓出一身冷汗。王妈，你在这干嘛？温暖呢？夫人早就睡了，我着急上厕所，你到底用完马桶了没？李东熙一副吃了翔的表情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好，感情刚才我一番发自肺腑的话都让一个保姆听了去，我都醉成这样了，温暖居然还睡得着。李东熙越想越觉得愤愤难平，偏偏王妈还在不停地催着他，他只得挣扎着起身，踉踉跄跄地回了卧室。王妈望着他摇摇晃晃的背影，啧，就这心性，拿什么跟温暖斗？温暖拿捏他，就跟拿捏个蚂蚁一样轻易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李东熙头疼欲裂，他迷迷糊糊的想看手机，却被站在床边的温暖吓了一跳。不是温暖，你有病啊！一大早站着干嘛？你啥时候交电费？这都停电几天了，你就不知道把电费交上吗？你给我电费钱啊，还有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不能再拖了。你要是再拖，我只能跟你妈去要了。你敢？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下来，你再等几天？我能等，你闺女等不了。露露的奶粉快喝完了，圆圆过几天要交学费，你赶紧掏钱。我不是说了没钱吗？再等几天，要不你跟你娘家先借点。行，我现在就领俩闺女改姓温。等等，我现在真的没钱，你再等等。你一个月工资1万多，都花哪去了？难不成在外面有女人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你钱呢？徐来之前开酒吧，从我这借走了几万。几万？3、5万吧。到底几万？10万。李东熙你可真行，家里200块钱的电费不舍得交，给朋友借钱倒是痛快得很。那是我发小，我能不借吗？借了倒是还啊，为什么还不还？他开这个酒吧不容易，我想着再还还。你老婆孩子在家都快啃树皮了，就容易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那是我哥们，我还是你老婆呢。反正我不好意思张嘴，你好意思你自己去要。我要是要回来，那钱可就归我了，算是今年的生活费。行，你要去吧。切，我才不信温暖能把钱从徐来那要回来。徐来那是什么人？从小就是个小混混，他爹妈都教育不了他，温暖凭什么能把钱要回来？这10万块我不是没要过，但徐来每次都有借口，一会说店里生意不好，资金周转不过来，一会说等赚了大钱10倍还他。我明里暗里提了好几次还钱，都被徐来挡了回来，我都要不回来，温暖更不可能了。我就故意气他，等他从徐来那碰个软钉子，就知道害怕了，最后怕得哭唧唧的回来求我，去要吧，要回来全是你的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温暖掏出手机，打开了摄像头，来，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。我说了，徐来借我的这10万块，只要你温暖能要回来，就全归你，我1分钱不要。你录像管什么用？说的好像你能要回来似的。那你就别管了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只要记住你说的话，这10万块跟你无关。李东熙看着温暖决绝的背影，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天天给我吃白菜炖豆腐，想吃口鲫鱼都只有汤没有鱼。
娘家送来2箱海鲜给我补身子，却被老公反手拿去送给了小姑子。我忍无可忍，决定离婚，却没想到竟在这时获得了离婚系统。恭喜主人，您的离婚系统已启动。主人您好，离婚系统与怒气值绑定，只要您成功激怒对方，对方的怒气值每增加1分，您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奖励，所得现金会存进您个人的离婚基金。徐老板，生意挺好啊。嗨，糊弄口饭吃，嫂子你找我有事啊？我是想问问你，你欠我家的10万块什么时候还啊？嫂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那10万块当然是要还的，我也没说不还啊。那你现在还吧。我现在确实有困难，嫂子你再给我缓缓。我家里更困难，你知道我刚生了老二，我又没有工作，全指着你东哥的工资过活。你借走这10万块够我们生活好几年的，你东哥不好意思开口，我确实也是没有办法，只好厚着脸皮来找你要钱来了。温暖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眼神却无比坚定。是东哥让你来找我要钱的？对啊，他不开口，我怎么敢跟你来要钱？你们都是哥们，他不好意思张嘴，只能我来做这个恶人了。嫂子，不是我不愿意还钱，我这酒吧刚开张没多久，还没赚到钱，你再容我几天好不好？到底几天？3年。3年？徐来，你欺负我呢？这10万块你借走都不止3年了，3年又3年，你准备赖账是吧？那就3个月。不行，我等着要钱回家买米呢，等不了3个月，你今天不给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，你生意也别做了。徐来看温暖今天一副不要道歉不罢休的样子，怕他会影响生意，没办法硬着头皮给温暖转了账。温暖走后，徐来气得不轻，直接给李东熙打去了电话。李东熙，你他喵算什么东西啊？敢指使温暖来我酒吧闹事，我告诉你，我生意要是黄了，我弄死你！不就是10万块吗？我已经还给温暖了，你让他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我连他一块弄死。那头电话啪的挂了，李东熙脸色臊得通红。什么意思？徐来把那10万块还给温暖了？可是这怎么可能啊？以我对温暖多年的了解，她就是一个娇娇弱弱只能依靠男人的小女人，哪来的胆子真去要钱？我虽然是债主，但跟徐来毕竟是哥们，温暖这么跑去酒吧一闹，我面子还往哪搁？温暖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李东熙像只鬼一样站在昏暗的客厅里，呆呆地望着他。温暖没理会他，径直往卧室走去。李东熙忽然暴怒，一个箭步窜上去，双手紧紧拎住温暖的衣领，怒不可遏道：“你去酒吧闹事了？你疯了！徐来那是我哥们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放手！不放！怎么？你想家暴吗？我家暴你怎么了？我是你男人，你不配当我男人。你自己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，我要回来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没面子啊？”李东熙被温暖说中心事，放开了手，脸色涨得有些难看。你就算要钱，也该注意方式方法啊！你倒是注意方式方法了，钱要回来了吗？李东熙，我最烦你这一套了，嘴上很文明，私底下一肚子坏水，你不就是自己没要回来钱，看到我办到了，面子上挂不住吗？你少废话，钱呢？徐来还回来的10万块，你给我。哼，我还真没见过像你李东熙这么不要脸的男人，我的钱凭什么给你啊？什么你的钱？那是我的钱，是徐来从我这借走的10万，赶紧把钱给我，我有用。你有没有用我不管，但那不是你的钱。不是我的，是你的吗？当然了，你年纪轻轻就忘性这么大吗？明明我去要债之前，咱俩就说好了，如果这10万块钱能要回来，就归我所有，跟你没关系。温暖淡淡的笑着，这笑却像晴天霹雳一样，轰然炸响在李东熙脑门上。谁说的？我根本没说，你不要冤枉我。好好好，我给你证据。温暖掏出手机，拿出前几天录制的视频。我说了，徐来借我的这10万块，只要你温暖能要回来，就全归你，我1分钱不要。视频播放完，温暖冷笑看着李东熙。结婚7年，我可太熟悉你这个男人的臭德性了，所以为了防止今天这一出，我才录下了视频，就怕你反悔。我只是随口说说的，你不必这么在意吧？我在意啊。10万块不是小数目，你拿着万一丢了怎么办？你给我，我有用处。什么用处？给你的亲亲小姑娘吗？温暖，你跟踪我，你自己思想肮脏，别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。李东熙因为愤怒而涨红了脸皮，他猛地抬起手。你敢打我试试？温暖掏出手机，打开摄像头，对准李东熙一字一句道：“你敢动我一下，我立马拍视频发网上去，让全国百姓都看看你李东熙在家里耍横大女人。”李东熙的巴掌僵持在半空中。行，你厉害，你给我等着温暖。说完，李东熙转身离开家门，把门砰的一声甩上。这日子是真的过不下去了，我要快快攒够买房子的钱，然后立马离婚，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。恭喜主人，您成功激怒李东熙，目前对方怒气值为10分，你即将获得现金奖励10万元，请注意查收。虽然今天闹得人仰马翻，但不得不说，我赚8了。从徐来那弄回来10万，还因为激怒徐来和李东熙，又获得20万奖励，光今天就入账30万。这么一算，账户上如今躺着40多万，等再攒一些，我就可以去看房子买房子了。不过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回去看看爸妈和小弟。
爸妈，我想跟李东熙离婚。咋了？是不是李东熙欺负你了？温暖把自己跟婆家吵架的事情简单说了说。欺人太甚，他李家人是觉得我们死了，敢这么欺负我闺女，我去撕了他。老婆别冲动，你们在家歇着，我去砍了他们。哎，爸妈，你们都先坐下。这次回来我就是跟你们商量离婚的事情的，你们都先听我说。当初你俩结婚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李东熙这畜生看着贼眉鼠眼的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现在被他吃干抹净了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暖暖，你都生了2个孩子了，现在离婚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就因为有2个孩子，所以我才要离婚。爸，你想想，孩子天天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，还能成才吗？为了圆圆和露露的将来，我也必须得离婚。我这回回来，就是想争取你们的支持。离婚不单单是我和李东熙2个人的事情，还会牵扯到咱家和李家，所以我一定要争取娘家人的支持。我也知道你们的顾虑，但是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过了。我才30岁，还有大好的人生，为什么非要消耗在这令人窒息的婚姻里？离，妈支持你，等你离了就回家来，妈帮你带孩子。我就不信了，咱闺女那么好一个人，离了她李东熙就过不下去了。妈，不用，等我再攒钱，我自己买套房子，我带着孩子自己过，你们常来看看我就行。我不能再给爸妈增加负担。年轻的时候，爸妈为了我和弟弟操碎了心，不到60的年纪都一身的病。从今以后要好好赚钱，不但要照顾好2个女儿，还要照顾好爸爸妈妈。行，只要你自己想通了，爸也支持你。我早就看李家人不顺眼了，早离早干净。李家人算什么东西？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刻薄的女婿和亲家。之前李东熙第一次来咱家，拿的杂牌酒和过期茶叶，现在想起来我还气得心口疼。要不是为了闺女忍着，我早就翻脸了。什么东西？看到父母的反应，温暖深深松了一口气。比较李东熙，我更在乎爸妈的反应，毕竟这才是我真正深爱的人。只要他们支持我离婚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总觉得闺女好像哪里变了，但到底哪里变了，又说不上来，更像是一种气质上的变化。女儿好像更独立、更自信、更勇敢，也更有底气了。温暖回到家里已经是傍晚了，李东熙还没有回家。第2天温暖起床的时候，外面下起了雨。妈妈，你一会还骑电动车送我吗？一会我让你爸送你去上学。好的，妈妈。外面下雨，路上不好走，你一会开车送圆圆上学吧。就下点雨，你骑车送她不就得了？这么大雨，我怎么骑车？你开车顺路的事，又不耽误你上班。怎么不耽误？我都快迟到了，一会还急着去见客户，你自己送。我说了，雨太大，没法骑车。那就打车，反正你有钱。现在早高峰，不好打车。那就请假呗，一天不上耽误不了他考大学。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好丈夫，女儿的好父亲，连送女儿上学都不愿意，为了自己方便，宁愿让女儿不去上学，可真是好啊。李东熙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开的这辆车还是我的陪嫁，我让你送女儿上学，你就这么不愿意吗？我知道是你的陪嫁，但你也别忘了，你现在住的是我婚前全款买的房子，我没跟你要房租就不错了，你得知足。现在的女人就是太贪婪。那车是你的陪嫁没错，但你已经嫁给我了，那车就是我李东熙的个人财产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温暖冷冷地看着李东熙。虽然我早就知道这头畜生冷血，但他的冷血程度还是突破了我的想象力。没有不要脸，只有更不要脸。男人会开车，还不如自己会开车。我等会就去报名考驾照，等我会开车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再也不用受这畜生的气。另一边正在开车的李东熙接到了青青的电话。东哥，你能送我去上班吗？雨大不好打车是吧？没事，你在家等着，哥顺路去接你上班。东哥，我最近在学车，你有时间的话教我练练车好不好啊？人家一直不大会侧方停车。好啊，小事一桩，你下班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带你去练车。谢谢东哥，东哥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。学完车我还想逛街买衣服，那你能陪我一起吗？我不想一个人。行，都听你的。晚上李东熙醉醺醺的回了家，意外的看到温暖房间还亮着灯，他蹑手蹑脚的推门进去，悄悄的往温暖那边看，顿时大吃一惊。你看科目一干嘛？学车。你学车干嘛？家里就一辆车，你要是开了我还怎么开？没车我怎么跑业务？还怎么装逼啊？现在的小姑娘多现实啊！我要是没车，还怎么搭讪人家？滚滚滚，少烦我！闹够了没有？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回主卧睡？哎呀我去，真是新鲜事！你居然主动要求睡主卧，你不是嫌弃女儿吵你睡觉，所以你主动要求睡次卧吗？怎么忽然改变想法了？现在有王妈照顾孩子了，我当然可以回主卧睡觉了。再说了，次卧床那么小，睡着不舒服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自私。以前你说女儿吵你睡觉，我半天起夜好几次给女儿喂奶换尿布，你呢，一点力气都不想出，骂骂咧咧去睡次卧。现在孩子有王妈照顾了，你又嫌弃次卧床小了，想要回来睡，没门。露露由王妈照顾，但我还得陪圆圆睡，你还是继续睡次卧吧。圆圆都那么大了，你让她自己睡，
咱们才是夫妻，当然要一起睡才对。咱俩都那么久没睡一起了，你就不想老公吗？说实话，以前温暖胖，我嫌恶心不想碰，主动申请睡次卧，但谁知道他现在瘦回来了，还比以前更有魅力，更有女人味。我自己老婆，睡不过分吧？好啊，我感冒了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一起睡吧。感冒了？怎么感冒的？呵，我当然没感冒，我只是太熟悉这个男人的尿性了，知道怎么拒绝他而已。早上冒雨送孩子，淋雨感冒了，现在还发烧呢，你还要跟我一起睡吗？你感冒了那就算了，以后再说吧，万一把我传染了就不好了。反正她是我老婆，在家里也跑不掉，我啥时候想睡就睡，而她只能永远等着我的垂怜。第二天，李东熙就带青青去逛街了，好死不死还被温暖给撞到了。绝，真是绝！这头畜生没空送女儿上学，却有空跟酒吧服务员在这打情骂俏，时间管理真是棒棒的。温暖赶紧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真是好恶心一个男的，只要一想到还要跟这个男人在同一个屋檐下住好几个月，我就恨不得现在马上攒够钱，立马离婚搬出去。没想到第二天温暖练完车出来后，竟又遇到了青青。嘿，巧了，遇见熟人了。哎呦，嫂子，练车呢，姐夫没陪你来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天天姐夫的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惦记我家男人呢。嫂子，人家是关心你，你怎么好心当做驴肝肺啊？哟，裙子不错啊，你男朋友给你买的吗？对啊，我男朋友说我年轻，穿这个最好看。哦，我男朋友对我可好了，嫂子你知道吗？我来学车的报名费都是我男朋友替我出的，他说等我学会开车就给我买辆车，你觉得他对我好吗？你跟你男朋友挺配的，我祝你们早死早超生哈。东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你老婆还有感情啊？温暖确实是一个贤妻良母，把家里老人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，吃苦耐劳，善良温柔，她身上具备了一个优女性的所有特质，如果没有她，我哪能在外面这么快活潇洒？可是就算再喜欢一个女人，看时间久了也觉得烦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很烦温暖说起家里的繁琐事情，什么孩子成绩要补课，家里马桶坏了要修，甚至连问我晚上吃什么都觉得烦。两人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，家里待得太闷，我越来越不想回家。家里的母夜叉又胖又啰嗦，哪有外面的小姑娘清新可爱？东哥，你说话啊，你是不是还喜欢温暖啊？怎么可能啊，她哪有你漂亮啊？我当然更喜欢你啊。真的吗？那你给我报个新马泰的旅游团呗，我想跟小姐妹一起出去玩，好不好嘛？你们都是女孩子，出去不安全，等我有时间带你去。乖，老婆叫我回家吃饭，我先走了，回头再联系啊。青青望着他出门的背影，气得狠狠跺了下脚。什么工作忙，什么跟小姐妹出去玩不安全，他明明就是抠门，在外面泡妞还不舍得花钱，真特喵抠到家了。嘿，温暖，这鱼还能吃吗？嘿，这不是之前李东熙从李美月那里要回来的鱼吗？都在冰箱里搁了1个多月了，估计都坏了吧。没事，做了吧，给李东西吃。行，那炖的排骨要给他吃吗？我花钱买回来的排骨干嘛要给畜生吃？温暖想了想，从橱柜里翻出一袋调料。他那碗给他撒上这个，这是啥？香菜料。咋磨成细粉了？磨成细粉再放进汤里，他就看不出来放了香菜了。王妈顿悟。等王妈做好饭，李东熙也回来了。怎么着，想我了没？温暖被恶心的差点吐出来，回头上下扫他一眼。你从哪喝的醉醺醺的回来？哪有，跟哥们喝的。你们做什么好饭？王妈炖的排骨还有鱼。老婆，你对我真好。你知道就行。李东熙端起碗喝了一大口排骨汤，恶心吐。老婆，这汤是啥味啊？好难喝。没有味道啊，很香，我们都喝完了。排骨我就不吃了，我还是吃鱼吧。你爱吃就全吃了吧。这不好吧？要不我分1块给你。没事，我吃排骨都吃饱了，我们都不舍得吃鱼，全都给你吃。谢谢老婆，老婆你对我真好。李东熙吃了一大口鱼，果然很美味。被美味冲昏了头脑的李东熙看着温暖，生平第一次主动表达了歉意。老婆，我最近是有些不太关心家里，是我的错。为了弥补我的错误，我决定送你一个小礼物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真想送我礼物？当然，我是诚心想弥补你的。你说吧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你，哪怕你想要天上的星星太阳，我也摘下来给你。既然你这么诚心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吧。之前结婚的时候，我娘家陪嫁了1辆车，现在我拿到驾照了，你就把车还给我吧。愣住了，李东熙千算万算，唯独没有想到温暖会跟他要车。我以为温暖会像青青那样，要个化妆品，要个包包，或者顶多要个国外旅游，我咬咬牙也不是不能给。但谁知道他居然张嘴就是要车。虽然说这车是他娘家的没错，可这都结婚多少年了，我都开习惯了，怎么可能还回去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老婆，咱们都结婚有孩子了，我开车还是你开车不都一样吗？什么还不还的？你也知道那是我娘家的车子，你都开了7年了，现在换我来开，应该很合理吧？还是说你想霸占我家的车一辈子？你这话说的，照你这么说，你还一直住着我家的房子呢，我是不是应该管你要房租啊？
怎么我就是白住了？结婚7年，我给你生了2个孩子，你也是孩子的父亲，你管过孩子一天吗？不都是我接送上下学，我检查作业，督促学习吗？家务你也一概不沾，全是我在洗衣服、做饭、拖地、买菜，没有我，你早就饿死了。家里就不说了，你爸妈家里有什么事也是我顶上去，你妈做手术，你和你姐都嚷嚷着上班没时间，是我全程在伺候。你姐儿子想上个好中学，是我娘家在托人找关系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之前工作好好的，是你逼着我辞职在家带孩子，现在又反过来埋怨我不挣钱。我但凡一直上着班，肯定挣钱比你多，你少在这逼逼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还敢跟我要房租？行啊，那我就好好跟你算算，我免费给你当了7年保姆，就按我请王妈的市场价算，1个月1万，我给你打个折，就算5000，1年就是6万，7年就是42万。来，你先把欠我的42万还给我，我那陪嫁车就不要了，算是白送你了，怎么样？李东熙目瞪口呆地盯着温暖，气得嘴唇都在打哆嗦。温暖一向温顺，他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伶牙俐嘴？机关炮一样密集的问话，几乎让我想不出反驳的话来。老婆，账不能那么算，毕竟我是你老公，我是真爱你的。恶心吐！这个字眼从你李东熙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就那么讽刺感十足呢？一个只爱自己的男人是怎么有脸说出爱老婆的？但凡你心里还有一点爱，我也不至于闹到离婚。别扯别的，把车还我。老婆，我上班还得开车呢，实在不行，我给你买辆电瓶车。我有电瓶车，用得着你买？我之前不是给你了10万吗？你实在想买，拿那10万买呗。首先，我纠正你一点，那10万不是你给我的，那是我自己从徐赖要回来的。其次，那10万不是用来买车的，而是你欠我们母女过去7年的生活费，懂吗？买车不是小事，反正我没那么多钱，以后再说吧。他说罢就起身离开，回了自己卧室。李东熙拂袖而去，温暖也不生气。早就知道他的尿性，没关系，我有一肚子的主意对付他。